欢迎来到关键看点。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谢谢大家。随着 5G、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芯片性能和能效要求越来越高。而推动工艺技术发展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芯片尺寸微缩，一个是硅片直径增大。由于硅片直径增大涉及整条生产线设备更换，制造工艺微缩当前仍是芯片性能持续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无论如何，只要摩尔定律还存在，半导体巨头势必会抢占先进工艺制高点，其中包括台积电宣布2022年将支出近300亿美元用于2纳米、3纳米等工艺研发。去年三星宣布2022年量产3纳米，2025年量产2纳米。英特尔计划通过2纳米制程重回巅峰，而 IBM 展示的2纳米制程也着实惊艳了一小阵。同时，欧洲与日本政府及企业也寄望通过2纳米重振芯片制造。无疑，全球2纳米芯片制程之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但在这场竞逐中，各企业仍主要有4道坎需要迈过，包括架构技术、材料、设备和成本。其中，从目前各大厂公布的技术来看， GAA-FET 全炸场效应晶体管技术将会成为2纳米芯片研制的主流工艺，而2维材料和1维材料有望成为突破2纳米制程研发的潜力材料。此外，满足2纳米研发的光刻机需要2023年开放测试。作为先进工艺的主力推动者，台积电一直引领行业发展，其中包括2018年推出7纳米，2020年推出5纳米，2022年将如期推出3纳米，同时2纳米工艺也在推进研发，预计最快2024年投产。官方资料显示，与5纳米工艺相比，台积电3纳米的晶体管密度达到每平方毫米 2.51 个，在逻辑密度上提升 1.7 倍，性能提升 11%， 同等性能功耗可降低 25% 至 30%。为了减少生产工具以及客户设计的变更，台积电的3纳米将会沿用其市场效应晶体管 FinFET 架构，但随着工艺节点发展到3纳米后，晶体管沟道进一步缩短， FinFET 结构将遭遇量子隧穿效应的限制。因此，台积电将在2纳米芯片中采用类似全炸场效应晶体管 GAA-FET 结构。可以说，这一架构是 FinFET 技术升级版，将能进一步提升栅极对沟道电流的控制能力。显然，2纳米在技术上革新非常关键。根据国际器件和系统路线图 IRDS 规划，在2021至2022年以后， FinFET 结构将逐步被 GAA-FET 结构所取代。该架构即通过更大的闸极接触面积，提升对晶体导电通道的控制能力，从而降低操作电压，减少疏漏电流，有效降低芯片运算功耗与操作温度。比如 GAA-FET 技术将沟道4侧全部包裹， FinFET 的栅极仅包裹沟道3侧。为了在先进工艺制程上对台积电弯道超车，三星不仅调整了芯片工艺路线图，而且在技术架构上大胆革新，其中包括跳过4纳米工艺，由5纳米直接升至3纳米，而且3纳米、2纳米工艺都将使用 GAA-FET 技术。2021年10月，三星宣布3纳米芯片已开始成功流片，将于2022年上半年生产。第二代3纳米芯片预计于2023年开始生产，2纳米芯片将于2025年量产。按照规划，三星的3纳米 GAA-FET 工艺将采用多桥式沟道场效应晶体管 MBC-FET 晶体管结构。与当前的5纳米工艺相比，其面积减少 35%， 性能提高 30%， 同时功耗降低了 50%。此外，在 IEDM 2021国际电子元件大会上，三星还携手 IBM 宣布了一种名为垂直传输场效应晶体管 BTFET 的芯片设计技术，并表示该技术突破了目前1纳米工艺设计的瓶颈。尽管在 GAA-FET 架构的开发时程上落后于三星，但台积电在 FinFET 技术领域具备深厚底蕴，从而将大大缩短由3纳米 FinFET 切换至2纳米技术的周期。按照以往经验，三星在晶体管参数、芯片功耗、发热问题、良品率等性能上都比台积电略逊一筹。此外，作为纯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还历来获得了庞大客户群支持。
因此，三星的弯道超车梦或依然艰难。无论是结构上的创新，还是新材料的引入，2纳米都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原有的多项技术难以满足发展要求，产业界需要从器件架构、工艺变异、热效应、设备与材料等方面综合解决。而在这条具备新机遇的赛道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企业均已将芯片制造的突破重点放在2纳米上。但想要突破并不容易，2纳米芯片制造在架构、材料和设备等方面仍面临多重瓶颈。首先，目前2纳米制程技术关注的重点在于晶体管架构将由 FinFET 进入 GAA-FET 时代。相比 FinFET、GAA-FET 架构为4面环绕式包覆，更能有效提高效能，因而或将成为2纳米工艺的主流架构。因此，对各企业而言，熟练掌握 GAA-FET 技术至关重要。但目前，仅有三星在2纳米上迭代为第2代 GAA-FET 架构制程。台积电等厂商仍处在规划状态。其次，对于2纳米工艺研发，新型材料的选择与应用同样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了解，二维材料电子学器件已在超低功耗晶体管、超快逻辑运算、光电互联及新型高密度存储等领域表现出极大发展潜力，将在未来助力突破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研发。具体而言，石墨烯、碳纳米管、过渡金属化合物等二维材料因尺寸较小，有望替代硅基材料。另外，制造2纳米工艺还需要光刻机等设备支撑。据公开信息， ASML 正在研发高数值孔径 EUV 光刻机，可满足2纳米的研发和生产需求。其首台高数值孔径 EUV 光刻机将于2023年开放早期测试，并从2025年开始量产。具体来看，满足2纳米制程生产需求的光刻机，还需要突破革新光学分辨率、光刻胶等相关技术和设备系列问题，因而道路漫长。再者，来自制造成本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数据显示，7纳米工艺仅研发费用就至少需要3亿美元，5纳米工艺平均要5.42亿美元，而3纳米、2纳米的工艺起步价大约在10亿美元左右。目前，台积电3纳米工艺的总投资约为500亿美元，在建厂方面至少已经花费200亿美元，可见投入之庞大。如果一旦投入，相关企业势必将面临用户从哪里来、如何平衡生产成本等问题。毫无疑问，先进制程技术的推出对于集成电路产业和市场格局有重大意义，而研发迟滞的半导体厂商必将被其他厂商的先进制程所超越甚至替代。当前，虽然2纳米工艺还有技术架构、材料、设备和成本等不少难点需要克服，但各巨头的涌入竞争将可以为整个集成电路行业和用户带来不菲益处。由于工艺技术研发充满变数，未来谁能最终脱颖而出，还需进一步观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平安健康。别忘了点赞订阅，如果你有独到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